那其实这边这个蓝宝石哦，也是一个蓝宝石，它的学名我记得叫氧化铝。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新的一年又到来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那今年我们一样会录是一个2023年的一个 CES 展的汇报。那分别会有3个品牌，就是 Sony、三星还有 LG。那其实 Sony 他们在2023年的 CES 展也截至到目前今天我看是2月6号的晚上，它一样没有就是它新系列电视的介绍。然后三星跟 LG 他们都有 CES 展的展会，但 CES 展三星他们其实讲的不是关于一些电视科技的东西哦，所以这次我就直接找他一个，同样还有一个关于它 Micro LED 这个技术一些发展的这个发布影片，我们带大家稍微看一下。那整个影片其实这一部的话就不会很长，我看它这个影片大概7分钟。那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这个 Micro LED， 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让影片开始吧。Hello, everyone. Today I'll be your docent and walk you through the great work you're about to see. Shall we? 他就讲说，他就是会有一个这个介绍人啊，这个外国人就是他们的介绍人。Ancient Persia.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y believed that the sky was painted blue from the reflected light of sapphires. 他们在讲说，这个古人都觉得，这个天空都是蓝宝石的反射，所以它会变成这个蓝色的这样子。那其实这边这个蓝宝石哦，也是一个蓝宝石，它的学名我记得叫氧化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蓝光的 Micro LED 还有绿光 LED 的一个材料。Symbolizing eternity, the sapphire and its light shine on its own forever, like this.So, what happens when you fill the screen with this small but strong light? Follow me for the latest advanced display technology. 好，这边要介绍一下他们现在 Everyone knows that Micro Micro LED is the best display technology out there, but not everyone can make it happen. First, let's think about how small Micro LED really is. It would be like cutting a single centimeter of hair into... 好，那这边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哦，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Micro LED 或之前讲的 Mini LED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基本上Micro LED 它已经进到微米级的世界，那微米它就是100万分之一。那单位就是1公尺的100万分之一，所以就是1公分的1万分之一哦。就可能因为它已经到这么小的一个尺寸了，所以很多人会没有一个实际对应物体的概念。我们简单讲一下，如果与头发的话，它大概就是60到70微米啦，看头发的粗细。那 Micro LED 它基本上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它是做在大概是50微米以下。然后如果像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Mini LED， 它大概是150微米左右。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 Micro LED 它是比头发还细的哦，所以它整个这个组装还有它制造的过程，也跟以前的这种我们一般看到的 LED 的电视，它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了。那我们来稍微再看一下200 smaller pieces. Samsung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area of this ultra-precise technology.Each of these ultra-small micro LEDs is a semiconductor that receives electric signals. In other words, Samsung combines its world-best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nd impressive display technology to do work that is extremely delicate and advanced.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amazing technology. Overall, moving ultra-small LEDs from a wafer to a screen
is a very difficult and demanding task. 他这边在讲说，就是因为 Micro LED， 我们讲说它很小嘛，比头发还细了。那要移动这么多的一个 Micro LED 的灯泡到这个电视的所谓的背光板上面，是一件就是不简单的事情了。它基本上就是已经是算是一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制程了这样子。那他这边在讲说，以前的话可能就像那个指法一样，它就是一个机械的手臂，然后去一颗一颗做植株的动作。但是现在的话，它可以做所谓有点像是有很多技术了，它有点像是假如说我们常听到台积电10颗的技术，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像是printer 影印的技术。Once these micro LEDs are gathered, they form a module. Many of these.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刚刚他讲说。刚刚这个主持人讲说，其实在这个 Micro LED， 它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想想看，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Mini LED 的电视啊，它背后大概有就是几千颗到上万颗的灯泡所组成。那如果是 Micro LED 的话，基本上以后这个 Micro LED 的电视，它可能会朝向几十万颗这个 Micro LED 的灯泡所组成。所以它的整个，你想想看哦。你要几十万颗的这个 Micro LED 灯泡都精准的移动到电视的背光源的这个面板上面哦，这是一件就是跟以前的这种你看到以前 LED 这个 LED 的电视或者是 Mini LED 的电视，它的难度不是同一个维度的，所以它应该说这么讲，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产业都慢慢的进入到一个微观的一个时代，就是说你可能没办法像以前人可能组装就是我要装电视，我就是把那个灯泡啊装在电视的后方，然后工人就进到下一个展现，然后把它组装起来了。现在基本上很多的一个这种制程呢，它人是没办法做的，它一定要靠机械，靠这种机械手臂或者靠各种特殊的制程去制作。那像目前 Micro LED， 我看一下他们稍微主流的一个制程，一种是假如说它用10颗的技术，然后把这个很多的这个这么讲，它把它的灯泡。蓝色 RGB 嘛，就是红色、蓝色、绿色，它先弄到一个板子上面，然后最后再利用雷射把它打到那个就是背光，就是它的那个发光板上面。那我还有看到有一种是利用有点像是这个 printer，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印刷的技术，它先假如说它有个印模先对准这个，假如说它有一个绿光的那个Micro LED 灯泡很多。他先把它拾取起来之后，然后再把它做一些位置的校正，就是每一颗灯泡拾取起来之后，它不一定是正的，他把它校正到正确精准的位置之后，再把它印刷在这个发光的面板上面。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我看韩国人他们还有做一种有点像滚轴的，他做一个滚轴，然后有点像是你刚说滚轴的印章吗？他就是滚的时候去把那个灯泡粘起来 ，Micro LED 粘起来，然后接着再把它粘到整个发光的这个背板上面去。然后，另外还有看过一种更炫的，它叫做什么流体组装的技术，就有点像是让那些 Micro LED 灯泡在一个特殊的流体里面跑来跑去。那这个它的这个基板就是要装灯泡，这个基板是有凹槽的，所以这个 Micro LED 它滚到了就是凹槽之后，它会自己定位定住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都要解决说，就是 Micro LED 它的一个生产的成本还有所耗费的时间哦，就是这真的是。令人越来越期待说这电视的发展到底是如何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LED modules are then combined to form a screen. The result is a beautiful, seamless screen made possible. 然后他们这边讲说 ，Micro LED 他们会采取的是一个模组化的设计，就是它这样子模组化设计这个 Micro LED 的模组之后，它的电视可以享受到一个就是你不再受尺寸的限制啦。那你也不会有所谓边框的问题。In any form for whatever you use it for, just like a building block. That is why micro LEDs ar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isplays. 好啊，这边要讲说。就是当然 ，Micro LED 它有更高的一个亮度，那你有更高的亮度，当然你就有更高的这个对比度。
那还有说，因为你 Micro LED 的灯泡越多，那基本上灯泡越多，它的控光区域也就可以做得越多。Fine details in 20 bits. With colors and brightness spread over a million 他说它可以做到20比特的这种亮度的变化。那现在这种主流的话，大概电视都是10比特的一个面板嘛，所以就想让它差这个2的14方跟2的24方，它差得非常大这样子。Today's Samsung engineers studied the same, leading them to the resolution of those centuries-old concerns, the micro LED. 其实 Micro LED 它就是像我们之前讲到这个Mini LED， 或是讲到这个普通 LED 电视，它其实是有一个发光的一个发光板，发光板之后它会过这个液晶层，液晶层去控制所谓的光的通过与否或通过的程度的大小。我们之前还有提到有一种电视叫 OLED 电视 OLED 的话，它就是像是很多的这种小灯泡。那在电视的发光板上面，那基本上就是画素级的，就是假如你现在看4K 是，它的画素是31多少，就是3000多乘以这个2160，那就是800多万的这个画素。那 OLED 它就是在电视的这个发光板上面有800多万颗灯泡，但是 OLED 跟 Micro LED 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常听到这个 OLED 它叫做这个所谓的有机发光二极体，那通常听到有机就会觉得说，哦，它就会比较容易寿命，或者是它的这个耐用度就会比较下降。那 Micro LED 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无机的，刚刚看到它就是由这个蓝宝石做成的，所以它的寿命可以做到更长。目前理论上是这样子啊。那它的整个的其实发光原理也会变，希望做到最后就跟 OLED 一样，就是你不需要所谓的这个液晶的滤光层哦。因现在的欧盟的环保法规也是越来越严格了，你以后你大尺寸的电视啊，像以前的这个滤光层都会有一个液晶的滤光层，甚至他们还有后面一个颜色的绿色层哦，这都会去减少这个光通过的能量。所以想想看，其实你电视有很大一部分光哦，都被这个绿色层还有这个滤光层都被吃掉了。其实以环保来讲，这当然是不好的。那 Micro LED 基本上它是希望做到就是 RGB 这个3色的灯珠直接去做发光，直接去组成你所看到的画面。所以就这个相对来讲是一个更环保，然后也是更有趣的一个算是工艺吧。Micro LEDs are self-illuminating devices that emit red, green, and blue colors. Therefore, there is no need for a backlight or color filter like conventional displays. 这边都在讲说，它不用所谓的这个绿色层也。True-to-life perfect color expression as they individually produce color and light. Using ultra-fine devices made from inorganic sapphire, Micro LED has also solved issues that arise from the passage of time, such as the loss of light and color found on other displays. 那基本上，如果你光可以做到这个很亮与很暗的对比度越来越强的话，其实你的整个颜色的彩度、色彩范围也会越来越宽广，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QD OLED 一样。他这边要讲说，就是它新的电视，它一样，就电视影像，然后还有声音都是很重要的啦。所以在这边讲说，它新的电视就是用更厉害的更厉害的喇叭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它如果 Micro LED 的电视可以做得越来越薄啊，也的确有越来越多的空间去装喇叭，去加强它的声音。Our masterpiece, the Micro LED. Wherever your space is, whatever size it is, and no matter what you use it for, the Micro LED is ready to fit in perfectly. Experience the excitement and element of surprise that this luxurious masterpiece has to offer. It's the one remaining piece to complete your collection. Thank you for taking this journey with me as we explored The one and only 那基本上这就是它三星今年这个 CES 展所发布的一个影片了啦。那关于电视的，那我想讲的是说，其实电视这整个
我觉得10年前就是到今天发展已经算进步的非常快了，然后应该说整个科技啊，我觉得从千禧年之后，整个进步的这个飞跃的程度都是非常可怕的。你想想看，现在我常常看现在小朋友玩的手机游戏啊，基本上是20年前我用电脑在玩游戏的那种画质，甚至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在玩，像我前阵有看到一个手机游戏叫《原神》，他手机玩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比我20年前用那个桌机玩那种，假如说什么《世纪帝国》啊、《魔兽争霸》啊、CS 啊，这个画质它还要好上许多。所以你看，才短短的20年，这个科技已经飞跃到不知道什么程度了。那从这个今年开始 ，Micro LED， 我觉得三星现在即将要解决的就是说它的整个 Micro LED 制造成本的问题啦。那同时大家不要忘了，三星它也有最新的这个 QD OLED 的技术所以我觉得慢慢的这种三星他们就是在这个电视技术上面的投资，我觉得在未来的这几年，可能也许大家可以看到所谓平价的 QD OLED 电视，还有平价的 Micro LED 电视，这真的是非常让人的期待。那同时我也想看到说 LG 它这个就是有点像孤注一掷在这个，他把他全部精力都投放在 OLED 上面了。那到底 OLED 的未来能不能跟这个 Micro LED 还有这个 QD OLED 做抗衡呢？好，那这次就是我们这个三星 CES 展的影片啦，那就到这边。那也如果到时候今年新的这个2023年的三星电视有到来，我们会马上帮大家开箱那像去年的话，就是要到 QN800B、QN900B 才是这个他们算是 Mini LED 的电视。那不知道这新的一年会不会有所谓 Micro LED 的电视出现？好，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谢谢大家收看。那记得收看我们之后还会做 LG 还有 Sony 的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那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有任何想要看的、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留言区留言谢谢大家，拜拜。